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叫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之前我拍了一个视频，和你们分享了我的一个爱情故事，一个不成功的爱情故事。在评论里，我也看到了很多人都和我有共鸣。我也意识到，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做法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这个视频的话，我把视频放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。当然，不可能所有地方都一样，总会有一些想法和做法。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意见。所以今天我就想和你们聊一聊中国的爱情文化。现在已经2025年了，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很快，所以我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，很多观念都在变化。一说到约会，甚至结婚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我喜不喜欢这个人，我想不想和他结婚，我想不想和他共同生活。最后做决定的一定是我们自己。但是在中国的古代，我们有一句话，结婚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？父母之命，说白了就是你和谁结婚，什么时候结婚，可不可以结婚，都不是你自己决定，而是你的父母决定。媒妁之言说白了就是你们认识、聊天、了解、熟悉，也完全依靠中间人，我们也叫媒人。也就是这个媒人觉得这个女生不错，这个男生也不错，那我和他们的父母说一下吧。父母知道了之后觉得这个男生不错，这个女生不错，所以和他们的孩子说，你去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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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婚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自己不能做任何决定。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怕？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，现在我们都要自由恋爱。自由恋爱，也就是说，是我自己决定我要和谁恋爱，我要自己决定谁可以成为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。只是在自由恋爱的背后，我们依然不能完全摆脱父母的影响。现在我们先从爱情的最开始说起吧，也就是两个人怎么认识。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，几乎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，约会也不例外。现在有非常多的交友软件，或者我们也说约会软件，比如 Bumble、Tinder。我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还用过 Coffee Meets Bagel， 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，但是确实有这个 app。 在中国国内，我们也有比如探探、Soul、他说、青藤之恋等等这些交友软件。我自己只用过 Bumble 和 Coffee Meets Bagel， 很浅，不算是一个资深用户。但我觉得所有的交友软件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在
在这些软件里，我们需要上传自己的照片，有很多照片是我们美颜之后的照片，还需要写一些自己的个人信息，比如自己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，自己喜欢什么，自己的交友目标是什么。同时，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写自己对潜在的约会对象的期待，比如我希望他的身高在1.8米以上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喜欢运动，长得帅，有腹肌。开玩笑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我不是花痴。然后就可以开始匹配了。匹配的时候主要看两个人的眼缘。如果两个人有眼缘，也就是说两个人都觉得彼此长得不错，被彼此吸引。两个人有眼缘，匹配了之后就开始聊天。如果两个人有共同语言，聊得来，聊得也很开心，那么两个人就会加微信了。而且之后可能会约线下见面是的，说到聊天，我们就必须说一说微信。在现在的中国，微信对于谈恋爱来说太重要了。我相信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微信了。微信里有很多功能，可以分享生活，我们叫微信朋友圈。可以在朋友圈里分享生活，比如这是我的朋友圈，我也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照片和文字来记录我的生活。也可以微信支付，而且微信里含有非常多的表情包，各种各样的表情包，而且还可以制作自己的表情包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在微信聊天很有意思，尤其对于情侣来说，在微信聊天有时候甚至比线下面对面聊天更重要。有些人在微信聊天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外向、非常可爱、非常幽默的人。宝宝，你看我今天吃的饭好好吃。宝贝，我很想你，你在干嘛呀？但可能，如果你和他线下见面的话，你会发现线下的他和微信里的他很不一样。线下你们好像不太聊得来，所以只能尬聊。尬聊就是尴尬的聊天。你好，我是微信的 Jack。你好，你喜欢喝咖啡吗？我很喜欢。你也是吗？是的。我记得我和之前的一个前男友也是在微信上聊天，聊得很火热。最后也成为了男女朋友。但是在线下的时候，两个人都非常害羞，也非常尴尬。最后这段感情就结束了。所以我觉得在微信上聊天太多不是一个好的状态，我们还是要多重视两个人面对面的互动，才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人。两个人在线下见面就是开始约会了。约会的时候要做什么？以及最重要的问题，约会的时候谁付钱？在中国，一般约会就是两个人一起吃饭，我们也叫约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，更了解彼此。
吃完饭之后，也可能一起去看电影。电影院的环境很暗，不亮，两个人的肢体接触可能更多，气氛也更暧昧，尤其是两个人一起去看爱情电影的时候。在付钱的时候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AA， 也就是一起付钱，每个人都付一半的钱。但如果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两个人约会一直都是 AA， 好像也不太合适，会感觉和朋友没什么不一样，所以两个人也会互相请客，轮流请客。这一次男生请女生，男生付钱；下一次女生请男生，女生付钱。但一般来说，男生请女生更多一点。如果男生不经常主动付钱的话，女生可能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小气呀，不主动付钱，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谈恋爱真的好复杂。随着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两个人也越来越喜欢彼此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关键的问题：是否要成为男女朋友？这个问题一定要很明确。可能有些时候，两个人约会的时间长了，两个人会自然地认为 OK， 我们是男女朋友了。可能没有讨论过，但是两个人都这么认为。但是在中国，我们更需要明确的表白。表白就是和你喜欢的人表达你的想法，表达你的喜欢。对方可能接受你的表白，也可能拒绝你的表白。在表白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：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彼此，都愿意进入一段恋爱关系中，一般会在社交平台，也就是微信，发一条朋友圈。这个动作我们叫官宣。官宣也就是正式的告诉大家，我有女朋友啦，我有男朋友啦。尤其是每年情人节、七夕、520、521的时候，我打开朋友圈，经常会看到很多官宣。每次那个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谈恋爱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单身狗看到这么多官宣，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。成为男女朋友之后，两个人越来越熟悉彼此，每个人都会有身体的冲动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一个可能比较害羞也比较敏感的话题。至少在中国比较敏感，尤其是对中国的父母来说，这个话题就是，如果两个人只是约会，还没有结婚，两个人可不可以啪啪啪，或者两个人可不可以为爱鼓掌？啪啪啪和为爱鼓掌的意思都是 sex。只是因为在中国我们比较保守，比较传统，所以我们不会直接说 sex 性，或者 sex behavior 性行为，我们不会直接这么说，我们会觉得太直接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说啪啪啪，或者为爱鼓掌。比较隐晦，连说什么我们都这么注意，更不用说做这件事情了。
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思想越来越开放，但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还是比较保守。他们认为结婚之前不可以啪啪啪，两个人只有结婚之后才可以啪啪啪。如果结婚之前啪啪啪的话，尤其是女生会被认为不自爱、不正经，是一个坏女生、坏孩子。即使是年轻人，他们有些人的想法也是这样的。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也坚定地认为，啪啪啪只能发生在结婚之后，不能发生在结婚之前。两个人可以拥抱，可以亲吻，可以有肢体的接触，但是不能啪啪啪。啪啪啪是底线。从两个人成为男女朋友到两个人最后结婚，时间可能很长，比如5、6年、7、8年，甚至10年以上，也可能很短，比如不到1年就结婚了，刚在一起几个月就结婚了。如果两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婚了，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闪婚。闪婚，现在闪婚的人还是比较少，大多数人都是在1、2年、3、4年之后，感情已经很稳定的时候选择结婚。但结婚真的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了。在中国，我们经常说，如果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那么结婚就是2个家庭的事情。谈恋爱很简单，很单纯，2个人喜欢彼此，接受彼此就够了。但是结婚不仅需要喜欢，还需要有钱。为什么要说有钱呢？不是说准备婚礼需要钱，也不是说旅游需要钱，当然这些都需要钱，不是免费的，但都不是主要的钱。在中国，如果要结婚，男生家庭需要给女生家庭彩礼，彩礼一般都是钱，人民币，每个地区的标准都不一样。比如我来自中国的北方，在北方的大多数地区，彩礼都是15万人民币到25万人民币之间，换成美元的话，就是2万美元到4万美元左右。我觉得不便宜吧。女生家庭也要给嫁妆，嫁妆可以是钱，也可以是其他的东西，比如一辆车、一个房子、一些珠宝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2个人要结婚的话，男生家庭和女生家庭都要出很多的钱作为彩礼和嫁妆。除了这2个，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2个人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。你们知道中国的房价很高的，尤其是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。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说，即使我们每天都努力工作，可能工作几十年之后，我们只能买得起北京、上海的一个小厕所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想，租房呀，租房不需要很多钱，而且2个人也可以生活在一起，不好吗？我自己觉得这样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但是我的爸妈不这么认为，他们认为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才能稳定，才能幸福。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中国女生，并且想和她结婚的话，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。可能有些人会说，
我们总是说钱，这样爱情就不纯洁了，不单纯了。结婚只要有爱情就够了，我也同意。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，没有办法对抗整个文化。观念不能马上改变，只能慢慢来了。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聊中国的爱情文化，从最开始两个人怎么认识，到两个人成为男女朋友，再到两个人开始考虑结婚。不知道在中国和在你的国家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？我非常想知道你是怎么认识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。你们一般的约会方式是什么？你们是你先表白，还是他先表白？在你的国家，如果两个人要结婚，需不需要彩礼和嫁妆？这些问题我都非常好奇，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